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寿命长不长都藏在手掌里。生活中做任何事都离不开这双手，但我们都好像不曾关注过这双手发生过哪些变化。可你知道吗？你的健康其实全被你掌握在自己手里。藏在手部的健康密码，每一样都能透露出你的健康情况，甚至还预示着某些疾病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密。一、用大拇指测试你是否有主动脉瘤的风险。举一只手张开，保持四指不动，将大拇指向掌内并拢。若大拇指不能超过手掌边缘，即为阴性，属于正常现象。若大拇指轻松越过手掌边缘为阳性，提示很有可能患有主动脉瘤。二、这两处异掌动脉瘤一旦破裂，危及生命。主动脉瘤就像是血管壁上有一个吹大了的气球，虽然病程发展较慢，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一旦破裂，约20%的人会在5分钟内死亡，剩余80%的人最多也只有6小时的抢救时间。一般主动脉瘤多发生在胸部、腹部，但症状表现并不典型，很可能被忽略。一、胸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胸部或者背部疼痛、呼吸或者吞咽困难、咳嗽、声音嘶哑并逐渐加重的症状。二、腹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背部疼痛、腹部一侧深处痛、腹部有跳动的包块。特别提示，90%以上的动脉瘤都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因此60岁以上有三高、习惯性便秘、长期高油高盐饮食、吸烟的人都是主动脉瘤的高危人群，要注意排查。若怀疑患有主动脉瘤，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血管彩超检查。三、手指呈杵状，严重时可能是肺癌。将双手中指向内弯曲，末端关节及指甲并拢，看两指甲根部是否有一个菱形空隙，若有即为正常，若空隙变小或者消失，则提示杵状指，可能与肺部疾病甚至肺癌相关。杵状指多与肺病相关，甚至提示肺癌。出现无痛性增生、肥厚、肿胀的现象，其可见于多系统疾病，但主要与肺部疾病相关，约占75%到80%。当肺部出现病变，导致气管阻塞，易诱发组织缺氧，从而在离心脏较远的手指末端表现为周围组织增厚，即为杵状指。此外，肺癌患者的杵状指症状可能出现比较早，往往先于其他的肺癌症状。四、手掌颜色发生变化，警惕脏腑病变。手心位置是中焦的显示区，也就是食道、胃、肝、胆所在的位置。如果手掌颜色异常，可能提示脏腑病变，比如一、掌心发黄，可能是心脾两虚。手心发黄说明脾胃功能虚弱，如果再加上大鱼际比较扁平，那就是心脾两虚。此类人群还多半有大便溏稀、腹胀、食少、健忘、失眠多梦、心悸、症重等症。另外，颧骨高、两缩少肉、上眼皮耷拉、水肿等等，也可能提示脾胃异常。二、掌心青紫发黑，可能是心肾气虚。手心青紫发黑，说明肾脏有问题。心肾的阳气可能已经不足了，通常还有心慌气短、后背凉、手脚凉、脸肿、手脚肿、夜尿频、记忆力下降、腰膝关节疼痛等症状。三、掌心发红，可能预示肝脏疾病。大小鱼际出现片状充血、斑块、红点，可能是肝长的表现，需警惕肝脏疾病。如果任由病情发展，大小鱼际甚至可能由红色变为紫褐色。此外，肝病患者还可伴有眼睑、面色发黄、舌下静脉紫暗、蜘蛛痣等症状。四、手部青筋凸起，警惕脑血管系统异常。青筋一般在皮下隐约可见，而中老年人手上的青筋则较为明显，尤其是夏季血流较快，血管舒张往往会更加明显。这一般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青筋异常凸起，就可能提示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一、手背青筋明显，
若手背中间青筋明显，可能预示心脏血管硬化，血脂代谢异常，心脏供血不好。若手背满是青筋，可能预示着全身血管硬化。2. 虎口青筋明显，老年人若虎口部位出现垂直于虎口与掌纹重合的明显青筋，可能预示着容易患心脑血管急症。3. 大拇指根部青筋明显，大拇指根部的中间位置是冠状动脉在手上分支的缩影，此处有青筋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 60%， 即使目前检查正常，其5年、10年后也属于高发人群，而且青筋突出越严重，颜色越青，说明病情越严重。4. 大拇指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头部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头痛。5. 大鱼际外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慢不一，有时会有早搏、心悸、心慌的现象。6. 大鱼际底部青筋明显，代表体内寒湿重，已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还会伴有腰酸背痛、关节痛等症状。7. 中指中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常常头痛、头晕，大拇指的外侧也有青筋，说明从小就患有头痛、头晕，多数都是先天不足造成的脑部供血少引起的。8. 中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脑动脉硬化，如果只是出在左侧，表示左侧脑动脉硬化或者经络不通较为严重，头部左侧容易出现不适。如果出现在右侧，说明右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头部右侧容易出现不适。9. 中指下手掌青筋明显，中指下部手掌上部的区域出现青筋，代表甲状腺有问题，或者有慢性咽炎以及中医说的没氦气，是颈部经络不通的标志。10. 小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先天肾气不足，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是青筋越长越深，病情就越严重。11. 生命线内侧青筋明显，大鱼际上生命线内则出现青筋，代表过敏体质，易出现药物过敏和食物过敏，容易患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5. 如何从手指预防疾病？一搓、二拍、三捏，养对手就是养全身。从中医角度来说，手上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如合谷穴、劳宫穴、少商穴、鱼际穴，经常刺激这些穴位，就相当于对各个脏器进行按摩调节，有利于身体健康。具体怎么做？1. 搓一搓，取一根上半部分有棱的筷子，把筷子放在手掌心，用双手反复搓动，直到掌心微热即可。2. 拍一拍，每天拍拍手心、手背、掌根，指尖互拍，虎口对击，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肝脾健康、关节健康等等都有好处。3. 捏一捏，每根手指都对应不同的脏器，比如拇指对应肺、脾，食指对应肠道，小拇指对应心脏，平时也可以捏一捏、按一按，有助于调养五脏。手相是通过观看一个人手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科学，每个人的手相都是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我们要留意自己手相中的局部变化。人的运势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一旦发现自己的手相改变，那么预示你的运势发生变化，需要重视和调理。民间有句俗话叫做1斗穷2斗富3斗4斗开当铺5斗6斗会存钱7斗8斗考状元9斗10斗不下田。这句话说的是拥有1个到10个螺纹的不同命数，不管是否准确，但它反映出来的螺纹越多的人越有福气，真的是这样吗？下面不妨和小酱汁一起来了解一下。1. 0个斗10个簸箕。如果一个人的双手食指皆是簸箕纹，拥有0个斗纹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情比较的直率和爽朗，凡事喜欢与人为善，不喜欢斤斤计较，做起事来非常的踏实和努力，不喜欢玩弄计谋和手段，属于爱恨分明的一种人。人缘非常的好，但也容易吃亏，事业和财运发展顺利。最佳婚配的类型为拥有1个、6个或者9个斗纹的人。2. 1个斗9个簸箕。
如果一个人的双手只有一个斗纹的话，如果这个斗长在左手，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坚毅，心态较好，敢闯敢干，容易成大事，但是也比较固执，容易遭受很多挫折和苦难，对待感情也是非常的热情和主动。而若是这个斗长在右手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较为独立，很有领导才能，做事为了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容易获得成功。这种人的最佳婚配类型为拥有2个、7个或者10个斗的人。3、2个斗、8个簸箕。如果双手只有2个斗，而且长在同一只手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较为温和，待人和善，人际关系和谐，朋友缘较好，但是缺乏长远的眼光和规划，事业平稳，虽然不能大富，但也能小康。遇到困难时常有贵人伸出援手。若是2个斗纹，一只手长1个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乐观开朗，但是做事略显急躁，好奇心非常重，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容易把事情办糟糕。不过贵人运较好，也能奔个好前程。最佳婚配类型为拥有1个、8个或者9个斗的人。4、3个斗、7个簸箕。如果3个斗纹都长在同一只手上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比较聪明，做事也非常的积极和努力，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对工作认真，对家庭负责，对另外一半也非常的好，家庭和谐，事业发展也不错，大多能够成为中层领导。若是3个斗纹长在2只手上的话，这种人一般学习和适应能力非常的强，学东西非常的快，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能够做得非常不错。最佳婚恋的类型为4个、6个、7个或者9个斗纹的人。5、4个斗、6个簸箕。如果4个斗长在一只手上的话，这种人一般表面看上去性格非常的开朗，但实际上内心比较孤寂，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凡事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属于天生的完美主义者，感情波折较多。而若是4个斗长在2只手上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情非常的低调和内敛，通情达理，情商颇高，非常的受异性欢迎，感情运较为顺利。最佳的婚恋相配类型为3个、5个和8个斗的人。6、5个斗、5个簸箕。如果5个斗长在同一只手上的话，这种人一般个性比较的强势，企图心非常的强，对于现状永远不知道满足，但人缘不太好，很难合作，很多事情多不如意。不过在感情方面要求比较的低，非常的容易满足。而若是5个斗长在2只手上的话，这种人一般内心都比较的善良，懂得为他人着想，温顺大方，还有耐心和耐力。运势属于中等偏上，在感情方面喜欢幻想。最佳的婚恋相配类型为1个、2个、3个、4个和7个斗的人。7、6个斗、4个簸箕。如果双手长有6个斗，且左手的斗纹较多的话，这种人大多野心比较大，但想法却非常的不切实际，做事不踏实，所以年轻时总是漂泊不定，挫折较多。30岁以后运势飙升，容易取得让人很羡慕的成就。在感情上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要求不高，但又很挑剔。而若是右手的斗纹多于左手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的任性，喜欢感情用事，自信和自卑共存。如果想要成功的话，需要外力的协助，感情和事业发展比较平稳，一生较为幸福。若是每只手长有3个斗纹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开朗乐观，对于感情期待较高，喜欢活在自己的想法里，内心总是忧心忡忡，为各种事情而忧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感情上比较失意。这3种状况的人，最佳婚配类型为3个、6个、9个或者10个斗的人。8、7个斗、3个簸箕。如果左手的斗纹多于右手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内向，不过脾气却非常的古怪，情绪变化比较快，做事有着很清晰的目标感，意志力坚韧，做事坚持，在事业上非常出色，但是统帅力较差，不适合做领导。这种人家庭责任心比较差，事业心过强，容易娶个性格较为温和开朗的配偶，一生平安而幸福。如果右手的斗纹多于左手的话，这种人一般的比较神经质，内心非常的敏感，心思缜密，观察力强，但是不善于表达，待人特别友善，但是却容易被人误解。对于婚姻不喜欢将就，如果遇到性格上比较合拍的人，一生幸福。这2种人最佳的婚配类型为1个、3个或者8个斗的人。
9、8个斗2个簸箕。双手长有8个斗纹且左手多于右手的人，一般看似平和，实则非常的挑剔，性格多变，很难琢磨，功利心过重，但所求总是不可得，将心态放平，反而会有不少的收获。这种人属于感情较为丰富的类型，身体状态较好，但对于感情太过挑剔，感情不顺利。若是右手的斗纹多于左手的话，这种人一般上进心和自尊心都比较的强，性格表面刚硬，但内心实则非常的软弱，一生运气不佳。想要成功的话，需要付出比常人要多很多的努力，对待感情非常的执着，从来不会轻言放弃。若是左右和右手各有4个斗纹的话，这种人一般内心比较善良，但事业上缺乏贵人相助，中年之前很难有什么作为，对待感情非常的犹豫，幻想和期待较高，行动力不足。这3种最佳的婚配类型为2个、4个、7个或者10个斗的人。10、9个斗1个簸箕。如果双手长有9个斗纹，左手有5个，右手有4个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非常的热情大方，对待生活和事业的态度也比较的积极向上，头脑反应非常快，做事懂得思考和变通，富有爱心和同情心，容易成功。在感情方面比较被动，即使遇到喜欢的也不会主动去追。若是左手有4个斗纹，右手有5个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理想和抱负，但是能力有限，做事有些好高骛远，容易失败。对待感情缺乏真诚和真心，婚姻来得比较晚。这2种最佳婚配类型为2个、3个或者10个簸箕的人。11、10个斗0个簸箕。如果一个人的双手10根手指全是斗纹的话，这种人一般内心非常的善良，但是却比较固执，在外总给人一种非常强硬的感觉，但其实内心非常的柔弱，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种人一般多才多艺，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容易取得成功，运气非常的不错，事业和生活会一直处于一种稳步上升的状态。最佳的婚配类型为1个、6个、8个或者10个斗的人。看完今天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指纹算命也都有所了解了。其实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不管手上几个簸箕几个螺纹，只要自己努力奋斗，总是会有好的运势到来。个人的手可以透露出很多的信息，有些人的手长得很修长纤细，有的人的手长得很粗犷，每个人的手指长度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食指中哪些手指越长，你的福气越深。1. 小指比无名指第2指节长。在中国传统的相学中有这么一句话，小指过3关，不愁吃和穿。意思是，如果小拇指比较长的话，那么其人一生的财运、福运都比较出色，不会出现在生活中缺少财富的情况。之所以说小拇指的长度较长会带来更好的运程，是因为在相学中，小拇指的长度若是超过无名指的最后一个指节，也就是第3指节的话，就意味着其人的财富比较出色，能够在工作中依靠自己的努力赚取财富收入。而且如果是女性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话，还意味着她们可以嫁得一个好人家，婚后的生活幸福安稳。2. 食指比无名指长。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非常的聪明伶俐，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学霸一个，他们长大后更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不仅赚钱能力一流，还善于理财，钱财到他们手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因此这种人是很有福气的，在物质上衣食无忧，在精神上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3. 五指细长指上。我们这里说的大拇指很长，通常是指大拇指的长度几乎到了食指的第2关节处，但凡是大拇指长到了这种长度，大多都是富贵有福气的人，一生财运很旺，容易有傲人的成绩和收入。这种手相的人聪明能干，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具有大智慧，做事有条有理，又擅长把握时机。他们为人谦和坦诚，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贵人运很好，有较强的聚财能力。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的时候，总有人及时出现，为其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使其顺利快速走出困境。4. 中指长度合适。在相学中认为中指特征可以展现出个人在情感以及金钱财运方面的好坏变化，
特别是命主的理财投资等偏财运的涨幅下跌，都是可以从中指来看的。所谓中指的长度合适，是指高于其他4根手指，但长度不会超过1个指节。拥有这种类型中指的人，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投资理财，都能够保证按照计划而来，既不会因为自己有能力随意行事，也可以做到对自己保持信心，从而确保在投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增加收入。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有以下8种特征，一生能生财有道，福气满满，快看看你有没有。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特别的柔软，并且厚实有肉，看不到筋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而且精灵手巧，很会挣钱。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的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最关键的是，他们一生的财运很好，尤其是偏财运，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此外，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2. 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如果手上有贵人线，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而且贵人运特别好，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赚钱厉害，大多能拥有很多资产，家人也跟着享福。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奋愁，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3. 手掌有财库。手相学中所说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呈三角形或者方形，通常为财库。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有的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如果掌中财库生得很明显的话，表示此人财运极好，有一定的资产，一生都不会缺钱。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即便不用太辛苦，也能拥有比别人还多的财富。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不愿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也不愿被别人管着。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收益可观，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4. 掌心藏水。所谓掌心藏水，是指把手平摊开来，中间整个凹陷下去，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很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很高，人际关系较好，也懂得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资源，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容易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理财，比如买些理财产品，或者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并从中获利。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赚钱容易，存钱也很厉害，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5. 财运线笔直。在手相学中，财运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的金钱运势，在人的手掌中都会出现一条财运线，只是有的看不太清楚，有的却是清晰可见，笔直伸长。如果你的财运线笔直清晰，一般就表示你的财运很好，一生会遇到许多次赚钱的机会，就算出生在普通的家庭里面，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强劲，很会生活，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安定富足。6. 掌有凤眼纹。所谓的凤眼纹，是指大拇指的第2个关节处有2条至3条纹路组成的圆圈，看上去像一个眼睛。手上生有凤眼纹的人有富贵好命，生活富裕。长有凤眼纹的人大多的聪明能干，财运还尤其的好，做事情比较顺利，聚财能力也是一流，他们只要自己稍微用点心，就能够赚到很多钱。如果男的有这种手相的话，表示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如果女的有这种纹路的话，表示他们可以嫁个如意郎君，而且对方家境优越，生活富贵。7. 水星丘饱满。水星丘指的是小指根部，也就是财运线和钱财纹所在的位置。如果水星丘生得饱满有肉的话，通常都表示此人财库丰盈，财运较好。他们十分精明能干，如果不是自己当老板，也绝对是好的副手，收入可观。
这种首相特征的人为人正直善良，口才好，也擅长交际，懂得随机应变，容易获得好的生财机会。再加之自己本身财运就好，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会容易很多。这种首相的人聚财能力很强，日子过得安定富足。8. 钱财纹数条。手相中的钱财纹也叫做是理财纹，指的是小手指和无名指根部长有一些细细的斜纹。如果钱财纹有很多条，并且清晰可见，那就表示此人的财运旺盛，不缺钱花。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或能说会道，口才极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在职场中深得上司的器重，委以重任。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去做一些投资，在贵人的指点和帮助下，再加上自己的好运气，会获得丰厚。这种手相的人眼光精准，对赚钱的机会向来都不会放过，所以他们生活也是安定富足的。当然，相学里的说法只是一种运程解析，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勤奋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家庭中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勤奋一点，努力一点，收获的就多一点。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